经过了2天时间的使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macOS Ventura。熟悉我的同学肯定能猜到啊，我第一个要聊的一定是名字和壁纸。苹果几代系统都使用加州的景点作为名字，这一次选择了文图拉。我没有去过文图拉，我搜了一下，一个海边城市，位置在1号公路沿线，一年平均日照天数达到300天，全年白天气温平均20度，舒适温暖的气候使文图拉成为了一个旅游城市。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新系统的默认壁纸，一朵小黄花在蓝色天空下绽放，一副阳光灿烂的模样。这次新系统第一个改变就是设置菜单大改，延续了很多年的 Mac 风格被 iOS 风格所取代。点开设置，左侧是标题栏，右侧是细分功能。如果你使用 iPhone 或者 iPad，1秒钟都不用学习，直接适应。调整之后的设置菜单更加直观，拟物化图案大幅减少，要更接近 iOS 的扁平化。在这个部分，我多说一句啊，很多人都很期待拟物设计风格的回归。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拟物的设计。iOS 6那会儿，我记得那个图标真的是精致，我就拿着手机能看一天。但是按照苹果的思路，纯拟物永远不会回归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苹果希望降低这些环节对用户的吸引，就是它不想让你欣赏图标，它要淡化 UI 的存在感，让用户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内容本身。第二个升级，聚焦搜索能力提升。其实这次 iPhone、iPad 和 Mac 他们的搜索能力都大幅提升，但是前2个视频呢，我没有具体讲，在这里统一说一下。你只需要按这个 F4放大镜这个按钮，就能从任意界面调取出聚焦搜索。你搜索任意一个词，它就会在你电脑所有环节搜索这个词的信息。比如说我搜索猫，跟上个系统一样，它是可以展示搜索引擎，可以展示你备忘录的信息、短信的信息，可以展示这个猫在词语里的定义。这一次还增加了猫的照片，比如说这是我所有相册里的照片，看到了吗？这就是一张小猫的照片。这个位置还混入一只熊猫，哎，熊猫它到底算是熊还是猫啊？比如说我搜索狗，大家看在下方就出现了所有和狗相关的照片，点这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大爷，这是我拍的，一个大爷手里抱着2只狗，也可以识别。输入我自己的名字钟文泽，在我相册里有我的身份证，因为身份证上有我的名字，所以它在相册里也被识别出来了。这是我以前发微博的时候，下边有一个我名字的水印，就是它可以去搜索 GIF 图中的文字。注意啊，这个功能完全不需要联网，不会泄露隐私，所有的算法都是本地芯片提供的，即使你断开 WiFi 连接也可以正常使用。那通过物体识别 macOS 也具备了一键抠图的能力。我双击或者右键，在这里有个拷贝对象，看到了吗？一旦我把鼠标悬停上去，大家注意这个狗子的边缘，看到了吗？会出现出一个神奇的光束。我现在拷贝一下，选择粘贴，看这就是从刚才那张照片里粘贴出的狗子。其实还有很多全生态升级啊，我都快速过一下。比如说 macOS 新增了天气应用，新增了时钟应用。天气呢是支持查看那个趋势，而且我用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原来 Mac 之前是没有一个时钟应用的。那有了这个应用，优点就是可以可视化的设置闹钟，可视化的查看全球时间。iMessage 支持15分钟之内撤回和2次编辑，邮件支持撤回和定时发送。家庭界面重新设计，还有很多分享类的功能，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浏览器标签很多个标签同时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你甚至能够实时的查看这些朋友在点开这些标签的时候，他们正在看哪个页面。2个功能我认为值得着重说一下。第一个是 FaceTime， 在新系统中 FaceTime 可以一键转移到新设备，比如说周末你和女朋友用 Mac 打视频，对吧？腻歪啊，没了腻歪。你隔着屏幕互相，我想你，你想我。这个时候，你妈让你出门买瓶酱油，你这边呢还不想挂断视频，你就可以把视频从电脑上一键转移到手机上，然后这个路上继续腻歪，对吧 ？No，you hand up first。那现在呢，我们把情况调转过来啊，假设你和你的好朋友从外边视频通话。一直回到家，你们还没聊完，然后你这手机呢可能要充电去了，或者要干别的去了。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在充电器上，然后你想通过 Mac 来跟他们继续视频通话，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操作呢？在 Mac 的这个位置有一个 FaceTime 按钮，我点击它，然后这里你看我这里可以直接点击切换，然后如果我点击切换，然后在这里点加入，看到了吗？就是这个通话在没有打断的情况下，我和小新和小葵通过在这儿
来进行视频通话了。如果你恰好有一台 iPhone， 那么在使用 Mac 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可以将你的 iPhone 作为 FaceTime 的拍摄镜头。好了，大家看，现在我是使用我的 MacBook 前置镜头来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画面细节啊，包括这个光线的控制啊，这是还是上一代的，上一代是一个 720P 的前置镜头，这一次苹果支持直接调用 iPhone 的后置镜头、主镜头来进行拍摄视频。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视频选择摄像头，一个钉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画面细节和这个光线控制，对吧？明显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的。有这个画质，通过 FaceTime 做一个视频采访，那这个画质绝对是够用了。苹果还特意推出了一款磁吸式的这种挂架，就支持把夹住你的 iPhone， 然后挂在这个 Mac 屏幕顶部。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使用的是 MacBook， 就是本身这个电脑前面自带前置镜头，那在大部分场景中其实不用搞得这么复杂，你正常前置镜头也能拍。但是有2个场景我觉得很实用，一个就是对于购买 Mac Mini、Mac Studio 或者 Mac Pro 这类主机电脑的用户，对吧？本身他们可能连接了一个没有前置镜头的显示器，比如说苹果那个4万块钱的Pro Display XDR， 你平常没有办法视频。那对于这部分用户，你通过 Mac 去拨打 FaceTime， 或者同播共享你的整个 Mac 桌面，分享你的视频流的同时进行 FaceTime， 就变得很实用。苹果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就是连接 iPhone 之后，它只通过 iPhone 的这个超广角镜头配合上算法，居然可以实现左侧是人物特写，右侧是桌面俯视的效果。就是我也不是说这暗示什么，但是这个功能苹果肯定是为了某个用户而定制的，对不对？就咱们吧看破，咱也不说破，但是苹果就这份心思到了。这个功能发布会上刚发布的时候，很多同学压根不信，对吧？说你这个手机是竖着挂的呀，那画面怎么可能是横着的呢？我后来仔细了解了一下，发现确实左右2个画面都是由同一台 iPhone 13 Pro 的同一颗超广角镜头拍摄所得，原理应该是类似于汽车上那个360度雷达的工作原理，只不过苹果通过更强大的算法，把它做成了几乎可以乱真的俯视图效果。如果我是说，如果未来 Apple Car 有一个很出色的360度的雷达，我不会感到惊讶。第2个值得讲的功能，自然就是台前调度。这个功能我在上一个 iPadOS 的视频中已经详细讲过了啊，我一句话概括，就是用户在桌面上相当于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台。我们此前使用 Mac 打开多窗口的时候是这样平铺布局的，对吧？窗口层层叠叠，有一些被压在后面了。但是未来这些窗口都会有序的、有秩序的收纳在屏幕左侧，就好像医生上手术室做手术，你把你需要的工具放在屏幕正中央，你一会儿可能用的工具放在屏幕左边，然后有一个小护士给你递过来。这个部分我帮大家质问过了啊，台前调度就是苹果认为未来更好的多任务形态。这一次 macOS 的升级，我认为核心意义有2个，第一个在于协同。在此之前，我们提到苹果设备都会说，苹果最厉害的地方在于生态，什么意思？就是在此之前，苹果把手机、平板、手表、电脑甚至耳机都做成了无缝的体验衔接，让用户在使用这些设备的时候产生了1+1大于2的体验。但注意，以前我们说的苹果生态更多的是单用户之内的生态，也就是说是你手里设备的无缝连接。但是这2年我们看，你可以把你的相册分享给群组，你可以把你的网页打包分享给同事，在和你的情侣视频通话的时候进行2端同时看一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的进度完全相同。你可以和世界另一端的他同时听一首歌，而且你们俩同时听到的就是那同一句歌词。你可以和居家办公的同事们进行远程的视频会议，然后在同一个白板上显现你的灵感，显现你的思维，显现你的创意。而且大家注意啊，这次苹果推出的这个新的白板功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它不仅可以涂、写、画，甚至可以插入照片、文件、视频，然后相当于把大家所有的头脑风暴都有秩序的记录到一起。我们看啊，现在苹果做的其实还是协同，还是打通，但是它开始协同你和别人的设备。可能再过2-3年，当我们提到苹果生态好用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就不是自己那1亩3分地，而是所有的 iPhone 用户、所有的 iPad 用户和所有的 Mac 用户共同编织起的一个网络。第2个意义在于统一。
苹果开始给 iPhone、iPad 和 Mac 采用同样标准的设计，预装同样的应用，采用同样的操作逻辑。那第一个好处自然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可能你从来没有用过 Mac， 但是因为你有一台 iPhone， 那当你第一次使用苹果电脑的时候，不需要学习成本，也可以快速的适应。而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开发者。当开发者遵循着苹果这套开发逻辑，哪怕这个开发者只开发 Mac 应用，那个开发者只开发 iPad 应用，但是2-3年之后，苹果一个系统更新突破阻碍，说哥儿几个给我冲！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把自己的应用从 Mac 迁移到 iPad， 或者从 iPad 迁移到 Mac， 成本会非常非常的低。我相信这一切不会一蹴而就，但是透过 iPadOS 16和 macOS Ventura，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watchOS 9。